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射击游戏《特殊部队》。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玩的是红白机的版本，街机版出品于1987年，非常的早了。但是基本的系统和红白机是差不多的，也是咱们开着一个摩托车，然后两侧可以挂载不同的武器。武器大体的分为红色的和绿色的，向前射击的或者是向侧面射击的。选择武器的时候有几个原则，红色的比绿色的要好，因为绿色的射程是有限的，红色的射得更远，并且同颜色的武器粗的比细的好。所以说为什么这款游戏我玩的还可以呢？就是因为符合人设呀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则，在关卡的流程当中，向侧面射击的武器是有特殊的作用的，但是向前射击的武器在打 BOSS 的时候更加的好用，并且这款游戏其实需要玩家不断的进行左右的移动，所以说我感觉向前射击的武器泛用性更好。因为这款游戏出品年代很早，难度比较高，如果你的火力更猛，你就更有几率能够压制住对面的输出，这样的话难度会相对的降低。这里是打一个小 boss， 这个小 boss 后面会出现多次，其中在最终关出现的时候，如果他刚刚走到他的位置，你就把他击毁的话，那版面就定住了。早期你可以向游戏厅的老板要一个游戏币，但是很多老板发现之后你就要不到了。另外游戏还是有隐藏武器和隐藏道具的。隐藏道具有一个隐藏的奖命，是奖7条命。出现的条件是，当你的分数到达777700的时候，放一个轰炸的飞机，就是本作的导弹。这样的话，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奖命的道具，奖7条命。我这里左侧的武器被打爆了，如果直接中间被击中的话，那1条命就没了。一会儿咱们打坦克 BOSS 的时候，射击到一个隐藏的武器，就是激光。需要咱们在打 BOSS 之前，把自己的2个车斗都撞毁，然后在打 BOSS 的过程当中不放导弹，这样打完 BOSS 之后，咱们会得到隐藏的激光武器。一会儿给大家演示。其实默认子弹打 BOSS 的话，最大的难度来自于输出，因为 BOSS 的武器射击非常的程式化，一共只有5门3项的火炮，另外还有一个弱点需要击毁。时间拖得久的话 ，BOSS 会撞向你。我这里把2个车斗都已经撞碎了。游戏的小飞机是难点之一，每次都是成群结队的出现，而且速度比较快。前方就是 BOSS 战，这个 BOSS 就决定了咱们能不能拿到隐藏的武器。站点，打完了3门，后面的2门火炮才会出现，打完这2门才能打弱点。这里打得慢的话，前方还会出现一波飞机，
可以了，开始打他的弱点。他已经撞下来了，但是也要拼啊！拼下来的话，这款游戏通关的难度会大大的降低。咱们现在已经拿到了激光武器，再配合上左侧和右侧挂载的武器，输出会非常的猛。右侧的武器被击毁了，红色的已经是全屏的攻击了，对于压制飞机非常的好用。两侧都是红色的了，但是咱们后面还可以再升级。这个武器还可以再加粗。现在的输出就已经很猛了，地面的这些小炮台几乎是咱们一波输出可以打2个，前面和后面的一个贯通的伤害。武器现在已经加粗了，后面还可以加得更粗。现在左侧是一个向前的1级武器，双向的；右侧算是一个2级的。咱们最后的目标就是左边、右边都是3级的。3级是真的不错呀。武器感觉差不多了，就要关注分数了。现在咱们是38万、39万左右，不要错过77万的奖命，毕竟是7条命。讲完了之后，感觉用命堆的话都能够通关了。小的时候玩红白机版，这款游戏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摩托能够起飞，在一些地形它就自动的起跳了，而且跳起来之后在空中滑行半天。刚刚这一波对面出了大概4轮的飞机，但是因为咱们的输出比较猛，所以说大部分刚出来就被击毁了。左侧这个武器是一个2级的红色单向武器，游戏的大部分时间咱们都在移动，因为对面很多小兵的子弹指向性非常的强。我感觉街机版的版面还是太少了，一共就2个。现在是前往敌方的基地，第2个场景就是基地的内部了。通关一次的话，大概要20分钟左右，因为它是一个强制卷轴的，所以说你速通的话也快不了多少。这个 BOSS 红白机的版本也有，一共是7个点需要打，所以难度还是有。开场我就放了一个导弹，如果它只有3个点的话，咱们对付起来就简单多了。这个都比较熟啊。
已经打完了，这里需要跳跃一次。炸弹咱们还有7枚，但是我感觉街机版的炸弹轰炸的面积没有红白机版的大。咱们现在使用的激光武器应该是只有单人才能够拿到，但是1批拿到之后，2批就可以投币上来了。2个人的话，武器就更猛了。几乎可以零封屏幕上出现的敌人。这里捡到了一个3级的单向武器，这个武器就很猛了，但是后面还有双向的。街机版的画面比例也和红白机版不大一样，红白机版是4:3的宽屏的，但是街机版是竖屏的。很多小伙伴就是说，大叔啊，你录制这些怀旧游戏总是用16:9，我如果不用16:9的话，屏幕两侧就需要填充啊。其实很多的网站或者是应用，你都可以手动的4:3的。像这样比较紧窄的地图，我是比较喜欢的，因为咱们向前的输出非常的猛。战场窄的话呢，更容易压制住对面。来到了丛林的地形，丛林的地形离对面的基地就不远了。这种绿色的武器就不要捡了。射程比较短，又是一个导弹。其实导弹对最终 BOSS 战的帮助不大，尤其是街机的版本，因为街机版的最终 BOSS 战还是一个抓机会，攻击敌方掩体内的小兵。掩体有很多，单个的掩体窗口，打倒几个绿色的小兵之后，会出现一个红色的，打完红色的这个掩体的窗口才会爆炸。而且对面小兵的输出非常的猛，咱们扔出的飞机，轰炸的时间之内，无敌时间就已经没了，所以最终 BOSS 战的时候，随着敌方的掩体数量减少，是越来越简单的。分数到了，777700，放一个炸弹，这样的话出现了一个奖7条命。现在咱们是9条命，9条命就是游戏的最大生命数了。后面再打出奖命道具，就已经没办法捡起来了。游戏已经打了大半，但是咱们的武器离升级满还差得远。越到后面给的武器越好。最终 BOSS 之前应该能够升满。这里就是敌方基地的入口了。终于是进入了第2个版面。这个版面的长度让我想起来，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街机版的赤色要塞。街机版的赤色要塞只有1个版面，你可以认为
只有一关，这一关从头打到尾就通关了，一镜到底。我现在两侧挂载的都是3级的单项武器，这样的话再升级一次就满了。这个潜水艇要么早一点打，要么晚一点，不要等它刚刚走到位置的时候把它打爆，这样的话咱们就卡住了。起飞了，火力比较猛，所以说两个潜水艇都是打爆的比较早。炸弹还有7发，但是我很少放，因为咱们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，靠普通的攻击就能够压制住对面，敌方的单位很难能够形成火力网。这个地方咱们是可以从门过来，从墙上过来，从中间走的话，大概率会捡到那个低级别的武器。现在想一下，这款游戏已经有35年的历史了。基地里边还有出坦克的地方。我记得游戏在这里有一个难点，就是地面翻上来一些发射导弹的火炮，但是以咱们现在的输出，估计会很快把它们清掉。这里有一个奖命的道具，但是这个奖命的道具就已经捡不起来了。距离最终 BOSS 战已经不远了。向两侧射击的武器我都没有捡。这是一个3级的双向的武器，但是呢，它是绿色的，射得比较近。又捡到一个炸弹，炸弹也9个了，足够用了。这个地方如果武器不好的话，就可以放这些飞机炸弹了。屏幕左上角出现了3级的双向的红色武器。右边还差一个，游戏的这一个部分比较长啊，以咱们的火力强度，这个地方就没什么难度了。对面无论来多少都是送啊！刚刚左边一起打倒了4个，右边也是，激光的穿透力非常的强。门里边有一个3级的双向红色武器，这样可以打 BOSS 了。
BOSS 好多的掩体窗口，好像是12个，每一个窗口的输出都不低。好在咱们的炸弹也是比较多。已经开始有红色的小兵出现了，这样掩体的窗口数量开始减少。难度也是越来越低了。还差4个窗口。2个，打完，这样的话通关。通关后的剧情也比较简单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特殊部队、隐藏的武器还有隐藏的奖命，全流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